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科大艺术与科学研究中心的李浩东。从今天开始，我将正式带大家学习 CAMBLEND 2.0基础的操作和功能，特别是与晶体结构可视化相关的内容。首先呢，简单介绍一下 CAMBLEND 项目。这个项目最早的雏形呢是2024年这个 MOI 3D Struct。当时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想将这个科学数据转换成计算机图形的数据。到了2025年的时候呢，CAMBLEND 项目正式启动并且于当年呢发布了这个 1.0 的版本。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4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推出了全新的 2.0 版本正式引入了这个晶体结构建模的功能。这边我列举了两大类的可视化工具，左边呢都是一些专业的分子建模工具。那这一类工具呢，它擅长做的呢是化学信息还有生物信息的处理以及这个分子属性的计算。右边列举的是主流的这个通用三维软件。那么这些软件呢，在这个设计能力还有一些交互性能方面呢是比较擅长的。那 CAMBLEND 主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呢搭了一座桥具体来说呢是让这个通用的三维软件能够理解一些化学和生物的知识，从而能够实现了这些专业分子工具的功能以及它们很难实现的一些效果。那这个基础的视频课呢，一共有10节课今天这个第一节呢，主要就是介绍一下这个课程的一些基本内容以及我最近做的一些案例给大家展示一下。第二节课呢，会教大家怎么去下载和安装这个工具包括这个 RDKit 这个 Python 库的一个部署。然后从第3节到第10节呢，就是具体案例的教学我们简单的快速的过一遍。这个第3节课讲的是这样一个碗状的一个石墨烯纳米石墨烯的结构。这个案例呢，我会全流程的去演示一下这个分子模型怎么从头创建出来然后对它进行一些构象的一些调整最后渲染出这个图片出来。第4节课呢这是一个阿尔法石英的一个晶体结构。这一节课呢是教大家如何从 CRF 文件去创建这样一种模型包括这个超包结构的生成以及这里应该是硅氧四面体的结构的创建。然后第5节课呢是这样一个氮化硼的模型。这里教大家的呢是如何从这个自定义的晶包参数去创建这种晶体的结构以及这种截面的制作包括特定形状的一个晶体结构的制作。第6节呢是一个Maxine 的模型这个也是从晶体文件去创建的。那这里主要会讲一些随机选择删除一些原子包括它的一个结构的变形效果怎么去做。然后第7节这是一个 SU-102一个 MOF 结构。这节课呢会教大家怎么去做这种填充面的一个效果，以及它怎么去渲染出来还有这个沿着摄像机深度方向的一个渐变的效果。第8节课呢是教大家做一些多面体这个多面体呢和前面讲到的这个由共价键或者金属配位键形成的多面体不一样它这个是有一些这里称为达米原子，它是一个假想的原子作为中心的一个多面体。然后第9节课这是一个靠谱的结构。这节课呢会教大家如何从这个实际的分子模型进行简化得到这种简化的模型类似于卡通一样的效果。
然后最后一节课呢是关于 CamNotes 这个预设节点组的教学。这里这个案例呢是从一个这个 Graphing 这个节点组出发去制作最终这个石墨相的一个氮化碳的模型。好，这个就是基础视频的一个主要的内容。这些案例呢都是经过我挑选出来的比较适合就是新手的学习。当然最近呢我也做了一些其他的案例这边简单的列举了一些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些案例呢，其中有一些我已经放在基础教程当中了，当然还有更多的可能会等大家把基础视频学完之后呢，再去教大家怎么去做。比如做这种是硫带这个铁酸钾的一个晶体的模型这个是单胞的结构还有这种超胞的结构。我们简单的过一遍。这个其实就是多面体的制作这个是一个 MTN 费时的一个拓扑结构这个是我们要学的一个模型。然后这个呢，其实也是类似的只不过它的结构会更加复杂一些这个等我们把基础视频学完之后呢再看要不要教大家。这个是一个费时的结构。然后这个我们也要学。这个是一个四面体这个结构呢，比较特殊但是制作起来呢稍微有一些麻烦，这个也要放在后面。然后看这个这个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分子笼子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呢，它涉及到一些基础的分子结构的创建然后还有一个几何节点组的一个学习，这个也会放到后面的内容当中去讲。然后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呢，其实它是从一个基础的分子结构去简化得到的，它的结构应该是在这里，应该是这样一种结构这样一种结构。这些不一定全部会讲我们只是挑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去演示一下。然后这个呢，这个结构我们看一下，它非常的复杂它的原子数量的特别多特别多。其实做法呢都是一样的。然后这个呢，就是刚才那个结构当中有两种不同的这个笼子的结构。好，大概就是这一些这一些。好，这就是关于这个基础系列的一些基本的内容相信大家在学完了基础课程之后呢也可以自己去尝试做一些更加复杂的结构。好，那么我们下一节课呢，教大家怎么去安装这个软件。